这年头呢，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，为了提高生育率该怎么办呢？其他国家吧都是好处到处给，补贴浪漫，但是罗马尼亚却不一样，谁管你乐不乐意呀？不允许堕胎，也不允许避孕，只要怀了就得生下来，还得生够4个，少一个就得交巨额的税。离谱的是离谱了点，但一顿操作下来呢，20多年多了200多万人，却有超10万人生不如死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罗马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北部，与乌克兰、摩尔瓦多、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3.8万平方公里，总人口约1905万人。面对生育率低的问题呢，各国各显神通，但总的来说呢，还是鼓励法，给补贴，给福利，不然呢还能强制啊？罗马尼亚就这么想的。上世纪60年代，那时候的罗马尼亚人口严重老龄化，外加青壮年流失，影响了经济发展。按理说吧，这个时候就应该给补贴，颁布福利政策来刺激生育才对。但罗马尼亚觉得这么做呢，有效是有效，就是有点费钱，增加的也慢。为了让人口能够成倍数增长，所以他们颁布了个法令770法令。这个法令嘛，也被称为全世界最极端生育法。极端到什么程度呢？女性是不允许堕胎避孕的，不然呢就违法。为此，他们还专门成立了月经警察，每个月定期上门给女性做检查。还派人去医院盯梢，一旦发现堕胎的，不仅堕胎的孕妇得倒霉，就连做手术的医生也得吃10几年的牢饭。当然只是禁止堕胎避孕还远不够。罗马尼亚也不是没有使用过鼓励法，人家可是专门把法定结婚年龄下调到了15岁，鼓励那些高中都还没毕业的小孩赶紧结婚生娃，然后早点为国家做贡献。其他国家呢，只要生娃不仅给你发钱，还能享受到超多福利政策。罗马尼亚一看，这主意好啊，就是发钱这部分得改改，钱少了吧肯定不行，得多了发。那别人都是生娃给钱，这多没意思啊！现在改了，你不生娃得给政府钱，但凡少一个就得交纳高额的税金。最离谱的吧，是罗马尼亚还给女性制定了 KPI， 在45岁之前，任何家庭至少都得生4个娃，用罚钱的方式倒逼着国民尽快生。先不说其他的，这纯就是把女性当作生育工具。要是生的多了，罗马尼亚给不出半个子儿，顶多给你半个胸章，称你为国民母亲。要是没生够，除了罚钱之外呢，还会遭受社会的压力和歧视。总之吧，就一句话，想生得生，不想生也得生。那总有人就是不想生怎么办呢？正规渠道走不了，只能走非正规渠道，找黑医生。然而黑医生不仅收费贵，设备技术都不行，一旦上了手术台，有很大概率下不来。法令执行的这些年呢，有超万名女性死在手术台上，就算侥幸活下来，也惹得一身病。从表面上来看吧，罗马尼亚这项强制生育的法令效果肯定是有的。20年的时间，人口增加了200多万，但罗马尼亚的经济体量，它压根就养活不了这么多人。不少刚出生的婴儿呢，转眼就沦为了弃婴，女性沦为了生育机器。200多万人的背后呢，是无数女性家庭的血泪。女性血泪呢，能了解，那这和家庭有什么关系呢？还记得罗马尼亚为啥可劲儿的生娃吗？还不是因为经济差，很多家庭呢本来经济就不行，现在吧又多了4个吃饭的嘴巴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但不生的话呢，又得交巨额的税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能把刚出生的孩子遗弃到孤儿院。然而孤儿院的情况也不好，因为没钱，孤儿院的数量严重不足，也没有足够的护工，往往一个护工呢得照顾30多个孩子，而那些婴儿呢自然没办法得到良好的照顾，只能像流水线一样，固定的时间换尿布、吃饭，没有玩具，没有陪伴，一天天大部分时间呢只能躺在床上。很多孩子几乎都没有走出过孤儿院，甚至有的人好几岁了，连床都没下过。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孩子，很多都处于正常智商之下，人呢也显得呆滞无神。哪怕后来在正常的环境下成长，也避免不了出现精神健康等方面的问题。而这样的孤儿，罗马尼亚有超10万人，只能说他的强制生育确实是增加了人口，但呢也造就了一批低能儿。而这些低能儿将带着终生无法修复的阴影生活。从1966年法令颁布一直到1989年，经历23年的时间，这条最极端的法令终于被废除，而罗马尼亚女性也终于迎来了属于她们自己的生育自由权。生育率低是一个长久的社会问题，我们需要从实际问题出发，而不是用暴力强制的方式，最后把人变得不像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为你发财的小手给了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